那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的洗礼哈。如果这个等一下哈，等一下我看一下。好，约翰的洗礼哈。那首先讲约翰的洗礼，就是他的洗礼是哪来呢？刚刚我们讲到约翰他又修直主的路，然后他就去施洗。他的这个洗礼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很关键，我们不知道哈。有几种可能性，我跟大家讲讲有可能是他自己创立的，也有可能有先例那第一个就是犹太人旧约的洁净礼就你知道他们有洁净礼嘛，他们要洗身体但是这个有个问题，就是犹太的旧约的这个洁净礼它是多次的，就每一次你触碰到什么不洁净的东西，你都需要来洁净一下。可是约翰的洗礼好像不是多次的，一次的。这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当外邦人转信犹太教的时候，他们有个洗礼，他们是一个入教的洗礼。那这个不是反复的，就是一次的那有可能约翰借助这样的模式。但是这里面问题就是说一个呢，现有的文献里面我们没有发现在耶稣的时代有这样一个习俗，好像第2世纪以后外邦人加入犹太教的时候才有这样的一个习俗，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外邦人才需要有这个洗礼，对吧？他转教嘛可是约翰在这里他不是针对外邦人的，对吧所以这是问题，就是我们第1世纪的文献是很有限的，我们不是那么确定那所以在这里呢，你看约翰还特别说你们要悔改，是吧特别表明说是你这些不悔改的犹太人，你们要重新悔改这是这个。还有第3个可能，就是有可能是来自于困难社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施洗约翰，他不就是困难社团的这个成员嘛有可能所以多多少少也许跟他们有这个联系就是说因为困难社团他们的饮食食物包括衣服穿衣然后呢用的经文包括他们对末世的这种期待都差不多所以这是这个。但问题就是说，你想约翰当时在旷野干嘛呢？包括困难社团这些人，他们在这个旷野就是在等弥赛亚来到，是吧？然后约翰怎么出来呢？怎么离开了这个困难社团？是因为他在旷野的时候突然圣灵降临到他身上对吧？然后指示他告诉他弥赛亚已经来了，所以他就离开，他就来去找耶稣了。只不过他来找耶稣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要找谁因为他肯定是认识耶稣的，他俩是这个他是他表哥嘛，是吧？是表哥还是堂哥反正是亲戚嘛，对吧？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可能从小一起长大，但是他不知道耶稣就是基督这个是他到受洗的时候，神让他就圣灵降临到耶稣的身上，他才认出耶稣是基督那是这个。所以昆兰约翰的洗礼更多可能是来自于困难社团的这种类似的这种洁净礼这只是一个猜测路加并没有交代但是呢有一点可以确定的这个又要跟浸信会的弟兄姐妹说抱歉了那就是你不管看1世纪的绘画壁画或者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些洁净礼也好或怎么样好，它都不一定非要必须把人浸到水里面 OK 这个就是说本身这件事情就不是说必须要浸的，包括他说那个耶稣从水里上来，他从水里上来，他就是从水里上来嘛，这个有什么？就比如你而且约旦河它是一个很浅的河如果你去看那些绘画你就知道你看像这个达芬奇的画等等，他就是他站在水里面，然后呢从水里上来就是走上来嘛，就是这样。他并不一定是说他整个人都在水里，然后走上来是吧所以对于长老会来说当然无所谓了，对吧？我们你不管典礼敬礼浇灌礼都 OK 是吧但是浸信会的弟兄姐妹非要说就必须是敬礼，不敬礼不行，你典礼不算还得再敬一次，那这个就有点问题了对，这个也是很难，就我个人也比较难以接受
啊，就说你这没有这个必要，是吧？啊，因为你不能否认之前的洗礼的有效性，因为它的有效性是取决于它是奉父子圣灵的名而施洗的，对吧？你不能否认这个啊。那么所以就是说我们找不到什么很好的很强的证据说在1世纪的时候约翰的洗礼就是完全的敬礼啊，这个可能不大可能。那时候约翰为什么要去约旦河呢？啊，因为那水多，是吧？他如果要在路上的话陆地上，他得打水，从河里打水上来，那一会水不是用完了，是吧？所以在河里面是最容易的嘛，对吧？他拿舀水然后上来就浇灌，而且这个浇灌更加的符合他们的一个神学啊，就是一个是高抹高丽啊，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这个洁净哈，从上至下圣灵的降临，对吧？啊，那反倒更合乎这个神学。当然你说要敬礼，对我来说我 OK 啊，你如果觉得敬礼也没问题啊，对吧？但是你不能说只有敬礼才有效，这个我很难接受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浸信会了啊，不好意思得罪了啊。好，那这里路加在记录耶稣受洗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如果你只看路加福音的话，我问你啊，你看看是谁给耶稣受洗的？你看路加福音，你能看出来吗？是谁给耶稣受洗的？没有讲哎，是不是没有讲？就假如你没有看过马太跟马可还有约翰的话你只有路加，你能看出谁给耶稣受洗吗？人看不见圣灵，你看不到是谁给他受洗，而且你会觉得绝对不可能是约翰，为什么？嗯，因为在20节我这标出来了嘛，你看了吗？你看，被收在监里去了。所以你说，哎，不对呀，我这又讲历史了，是不是？为什么路加在记录的时候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哈？他有他的目的，因为你按照这个，你说，哎，这个不是按时间顺序，对不对？明明约翰不是这个时候被收在监里的，他是给耶稣受的洗，后面可能也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被抓起来，对吧？那你就要问了，为什么路加要特别把约翰从耶稣受洗的这个场景当中挪走？他故意就不想让我们能够知道说是谁给耶稣受洗，甚至排除了约翰的可能性。当然他知道是约翰受洗了，给耶稣受洗了，对吧？他看过马可福音的嘛，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关键，就是为什么要这样，他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是吧？那初代教会有人就解释的说，哎呀，那是因为初代教会觉得，你看耶稣多么厉害，对吧？约翰哪配？就像约翰自己说，对吧？我给你提鞋带都不配，是吧？所以说他们觉得，哎呀，这个路加是有点尴尬哈，这么伟大的耶稣神的儿子，怎么能让约翰给他受洗呢？所以就把约翰排除到洗礼之外那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一种解读那这里的解读呢，就是说这个我个人觉得有个比较好的解读，就是这一段经文它根本都不是在讲耶稣受洗因为如果你的一个怎么说，就是默认设置说，哎，这是耶稣受洗，你看和合本上面是不是说耶稣受洗，对吧？那你那个是小标题你要知道那个是原文没有的那个是这个后面人加上来的那后面人加上来呢，就有这个自己的解读在上面了，是吧？所以说耶稣受洗但是如果路加在这里也许不是强调耶稣受洗呢那他当然就没有必要把约翰放在这里，或者他故意把约翰从这个当中挪走，就是要告诉我们这里的重点并不是耶稣受洗。为什么这样说？就如果你看32节，如果你看希腊文21节3章21节和22节的时候，如果你看这个希腊文你就能看到，其实呢这里面呢有有3个从句，一个主句。你知道从句和主句的关系是什么，对吧？就是主句就是我主要表达的意思，是吧？从句就是修饰这个主句的嘛，对吧？它是来补充说明这个主句要讲什么，对吧？那么在这个里面当中主句是哪一句从句有哪3句如果你看希腊文就看得很清楚那这个主句就是什么呢？就是
啊，天开了，就后面这句，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从句呢，就是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所以英文里面它的翻译就是比较容易翻出来，对吧？它就是用一个从句就是 when 是 while 他们在 while they are praying 或者怎么样他们 baptizing 他会用一个 ing 来表达这是一个从句，然后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所以在这个当中路加记录的耶稣受洗这一段它跟马太不同。马太里面记录的就是耶稣的受洗，受洗就是最核心的部分。而路加在这里要记录的并不是耶稣的受洗，而是我这里面说的耶稣的受膏是受圣灵的膏抹。从句呢，众百姓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这个是对圣灵降临的一个修饰，就是他在描述圣灵降临的时候的一个背景。所以洗礼在这当中只是一个背景，关键是展现耶稣被圣灵的膏抹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就他这段并不是在讲耶稣谁给他受洗，或者是他怎么受洗，而是讲圣灵降临。因为那个洗礼这些都是一个从句它并不是一个主句，主句只有这个圣灵降临在他身上所以在这一段当中，路加要强调的是圣灵的降临到耶稣身上。为什么路加要这样强调？因为这是跟使徒行传对应在一起的。我们之前看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那个大纲大家还记得吗？对吧？那在这个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大纲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在这对吧？你看讲到这个新时代的曙光就是路加福音里面讲的这个新时代的曙光是怎么开始的呢？就是圣灵降临到耶稣的身上就是刚刚我们看这一段耶稣受膏，然后他所平行对应的其实使徒行传的第1章到第2章，就是讲到什么呢？门徒们受圣灵的膏抹，那圣灵降临嘛，对吧？五旬节。所以在这里它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连结，就是说那个曾经降临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圣灵，现在呢也降临到了门徒的身上，继续着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同一个圣灵膏抹了耶稣，让耶稣开始他的服事。那同一个圣灵呢也膏抹了使徒们，在使徒行传里面降临，然后呢开始了，让使徒们开始他们的服事所以我们其实这里如果翻译如果中文要把这个从句翻译出来，最好就是放一个比如说当百姓们都受洗，当耶稣也受洗的时候这个正祷告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从句清楚对吧？然后圣灵降临那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翻，所以你以为这是几个动词其实不是重点不是在这个洗礼，而是在圣灵降临。这就是为什么路加他没有把约翰放到这个洗礼的这个场景当中他要强调的是耶稣受圣灵的膏抹，要对应使徒行传里面门徒们受圣灵的膏抹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能不能理解最后讲一讲耶稣的这个家谱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下那这个我刚刚讲了就是说这个家谱呢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的家谱有点不大一样。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就简单讲一下就讲这个约瑟的2个父亲。就是你看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说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希里的儿子，对吧？然后到了马太福音里面是谁生了约瑟？是雅各，对吧？玛利亚的丈夫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这里面的问题呢，就是说怎么这个约瑟他又是希里的儿子，然后又是雅各的儿子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那耶稣的家谱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我在这里面给你看出来他这个图就讲了马太跟路加他两条路线，就是
最后其实这个家谱有很多可以讲的啊，一直推到说他是这个王的这个后代啊，包括讲到怎么推到亚当那马太只提到这个大卫这边是吧？所以是提到大卫吧，还是到亚伯拉罕？到亚伯拉罕嘛，好像是对。然后所以你看，在这个当中其实路加在记录耶稣的家谱的时候，有特别的表明耶稣他的一个这个神的儿子这个讲到还有就是这个王权的一个一个继承。那这里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家谱当中最难解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面记录的冲突的地方那这个怎么解释呢？那有可能有可能就这里引用的就是说因为在旧约里面它有一个制度就是如果兄弟同居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外嫁他兄弟的丈夫要尽兄弟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所以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说这个希里和雅各有可能就是他们作为这个兄弟可能他的这个妻子去世的早或是没有儿子，然后可能一个是从肉身上他是约瑟的儿子，另外一个是从什么？可能是他的兄弟，就是说从这个尽本分的这个角度来名义上的是他的父亲那这个只能这样解读其他的还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大概是这样只是提到这一点而已。好，我先停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第4章了。你说。老师，您刚刚说路加福音他的家谱处理的是父亲还是母亲啊？这边整个都是儿子生儿子。对，父亲。然后那个马太福音那边，他有一个原文的话，他从玛利亚生，那里是处理母亲，是不是？对，是这样的。所以我刚刚是不是讲反了？马太是处理玛利亚，对，所以我想路加在这里他有就是说因为马太没有处理耶稣父亲的问题嘛，对不对嘛？他是从这个，所以然后又加上刚刚我们讲到当事人对耶稣的这个父亲的这种质疑是吧？就讲了耶稣12岁在圣殿，然后提到对他的指控，说他淫乱而生的怎么样所以我相信就是说路加就是在处理耶稣父亲的问题，一个是12岁的时候处理到说他是神的儿子，另外一个就透过家谱也来处理，就是说是从人来看他特别讲依人来看就表明说就是说你从这人的角度是这样但实际上他是神的儿子，最后推到神的儿子，对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对，好。对，那其实也是大卫的子孙的，也有这个强调的，因为什么是王的后裔。对，这个家谱图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可能有点看不大清楚，看不太懂为什么有些是标实线，有些标虚线。对，它一个是倒推没有，老师您说。对，我其实我有那个这个图的这个不完整，我有这个完整的，它下面有说明，我到时候发给大家。你看一下你就知道它有2条线它在讲耶稣的这个身份的时候，它是从哪条线走的？就一个是马太的路线，一个是路加的路线，有点不大一样。对，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家谱的这个是很复杂的，因为里面有跳代的问题所以对，这比较复杂。那对于马太来说你们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怎么刚好都14代是吧？你怎么说咋那么巧呢？其实现实当中，如果你研究家谱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其实中是有跳代的情况不可能这么巧的，对吧？那再加上像这个生命记这里面的这种情况出现那就更加复杂所以那他为什么强调14这个就是我们可能就说你要问的问题，这个才是关键所以我就在说讲历史了，又回到这个古代人说历史，对吧？你不要
期待说他的历史就是一个流水账的叙事，只是记录一些事实而已，不是那么简单。他要是解读啊，他要对历史要进行解读啊，他要表明他的一个历史观哈，这个很关键。好，所以这么看来，前面的那几章包是在讲耶稣的身份、他的来历、他的出身、他的身份，是这样吗？对，是的，对。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是关于刚才你们提出来的那个2章46节，耶稣坐在教室中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我看了一些的注释书，就是鲍维军老师他说的就是这个他在注释书里面嘛，还有提到说这个更多的是讲耶稣更像是一个蛮有智慧的老师，而不是一个学习的学生。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说那个达雷尔伯克，包括伊梅尔，他们都指出这个认为这里耶稣更像是一个学生的身份。对的。但是按照历史来讲，其实当时学生和老师他就是坐在一起的，他并不一定说都是围个圈，然后老师一直在中间。他这个中间就是我也看了这个，就是他这有个介词啊，就是这个meso 这个介词，就是说在这个中间 meso 是怎样的一个中间？他不见得一定是一个一个群人，然后这个年轻人的中间，他可能就是在这一群人里边，就是今天这个张老师在我们中间，这个也不见得好，这个圈让你在这个中间了。对，他是里面就是一边听问，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或许还是能够保留一些解释的空间，但是这个就会很复杂，因为它会指向这个关于耶稣的人论啊，包括他的服事啊这样。更多的解读呀，可能这里面有很多查考的空间。是，我觉得路加在这里其实他有一个暗示啦，因为他47集里面讲了嘛，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对不对？大家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这里面其实就暗指了他不一样，他不平凡，他不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少年啊，对，他是很独特的啊，就大家很稀奇。而且当他说稀奇的时候，其实圣经里面，尤其路加福音讲到稀奇的时候，很多都是在指神的工作、神的作为啊，所以就更加能够意识到，就他很独特。对，就按照人来说，12岁不可能这样啊，那就表明他一个身份上的一个独特性，是这个意思。我这边倾向于说，就是说他不见得是说一定是说因为他的这个教师作为教师，他够独特，而是说就算混在教师中间，也能从他的身上看到这种圣灵不现在的高模。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一个耶稣在他的青少年这样的一个人性当中，如果是一个无罪的被圣灵无限的高模的人，就是做这样的对。是，肯定是不一样的嘛，对吧？他毕竟没有罪嘛，所以我就说，其实雅各啊这些耶稣的亲兄弟，哇，那个成长起来压力很大啊！你想想看，他哥哥哈耶稣从小到大，那给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榜样？榜样的这个叫什么同才压力，是不是啊？那肯定是很大的一个压力啊！他的聪明啊、智慧啊，也从来没有犯过罪，是吧？不知道耶稣这个小的时候是完美的孩子，是吧？所以这都是猜测啊，这是我们是想象哈啊。但是啊，的确，路加既然记录这一段，他就是要强调耶稣的一个独特性啊。他不然的话，他记他干嘛？是不是？就让我们看到说他不是一般人，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断在提出啊，或者说让读者来去思考耶稣的身份啊，就是说你看。他12岁的时候，这么年轻，他怎么能有这样的聪明跟应对呢？是吧？啊，包括到后面，你看这个主题是贯穿一致的。他跟法利赛人后面去辩论的时候，对吧？后面甚至法利赛人都不敢再问他什么问题了，对不对？啊，就是因为就是辩不过他嘛，是吧？啊，他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嘛，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强调他的独特性。我补充一点，就是我补充一点。就是所有四福音书，你想四福音书它的特殊性，就是说白了，就是你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四福音书，就是耶稣是谁，耶稣做了什么，对吧？就这两句话。是，对，就是这样。如果你随时说我在读福音书的时候用两句话来想，那就是耶稣12岁的这个章节就不简单，绝对不简单，你明白吧？就是他绝对不是
我觉得啊，就是说他当然就是你可以说他是教师，但是他从外在形状，因为人是看不透他的，对不对？从外在形状上，人有可能把他当学生，然后可能稀奇，你明白吗？一个学生，如果你觉得他是一个学生，如果你知道他的身份的话，你根本都不稀奇，明白吗？如果你知道他是神，你还稀奇吗？显然，对，就是我说的这个稀奇是两种情形。第一是他实在是有能力超过所有的人，对吧？这个是令人稀奇的，不管你知不知道他的身份，这是第一。第二，那么他12岁，无论是外在的身量，外在看到，你都觉得他是个小孩子，12岁是吧？还没有成律法之子，是不是？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令人稀奇，两种稀奇夹杂在当中。我觉得啊，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主张双重身份，就是主张教师占主要的位置，然后从外在形态像一个学生。是很有道理，对，就是因为它独特嘛，是吧？所以让你发现这不是它的独特是两种性的，第一是他的确超过很多人，第二是他那么小啊，他外在形态，对吧？对，那些所有的人跟他一起坐在一起的人，不知道他是神呐，对，对不对？是的，所以说这个是这两种惊讶都是同时双重存在的，我认为是。所以说这种双重身份，我认为是比较恰当的。以教师为主，以学生的那种，因为他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教师，是一个真理的来源，是不是？对，他本身就是真理，是吧？所以说他当然知道，但是他又是那么小，所以说我觉得啊，这种双重身份的理解，使得这段经文其实更加的令人敬畏，令人惊讶。对，是的。谢谢杨老师的补充。好，老师，请说。路加福音这边前面这几章我看啊，就是你看他1章32节那边讲到说，他要伟大，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然后到了35节又说称为神的儿子，然后到了这个后面就是12岁在圣殿，其实也是在处理他的父是谁，就是神，对不对？神的儿子。然后到了这个受洗的地方，天上的圣灵打开，有声音亲自的见证，你是我的儿子，神的儿子。然后到了家谱的最后面也是神的儿子，后面试探，就是受试探也是在试探神的儿子。这里面是不是有多加他一贯的这个想要强调的这个连贯性在里面？就是他的对里面强调是神的儿子。对，他就是要强调这一点嘛，就是让提阿非罗哈，比如说嘛。你所学知道都是真的，让你这个最关键就是耶稣的身份让大家知道说他就是神的儿子。对，这就是他写作的目的嘛，是吧？就跟冉老师刚刚说的，那就是他的目的就是要展现说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对。老师，我也问个问题，就是那个就是还是在耶稣12岁的这段经文里面，就之前听到过说耶稣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然后这是指着耶稣的人性说的，他就是按照他人性说，他真的是对有些神的话不是特别清楚，所以他就会被应用在那从小就要让孩子口目神的话呀，类似于这样，就是这样的说法对不对？我觉得这段经文不路加写的话，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对。我觉得他写这段，就像其实杨老师刚刚提到的，他的一个核心是让我们看到耶稣是谁而不是因为你想，如果包括后面我们会讲路加福音特别讲耶稣的殉道，会讲到这个殉道的问题，就是路加写的时候，他有一个应用，就是他要让我们能够效法基督或者说是让我们能够就是说就有些东西我们效法不了的。是不是嘛？有些东西我们那只有神自己能做的东西，那你就像你讲的这个，对吧？那没办法但是有些东西我们是可以来效法，所以这些就是我们不要过度解读，就是说我们好像
而且我觉得哈，就是我们把神性人性容易把它分开这样看也不大合适啊，就好像耶稣一会儿切换到人，一会儿切换到神，其实他是一个位格嘛，对不对嘛？他的人性是联合到他的这个神性当中的，是不是嘛？连于一个位格，对吧？那所以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他就是作为神子这个身份来做事情，你就最好不要把它这个分开来看啊。所以有时候分开来看呢，这个容易出问题。对，所以对，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说而且关于在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哈，陆家在写这段的时候，你看他的上下文包括后面讲的我父啊这些，其实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它的核心，其实就是让我们意识到耶稣他的一个独特性啊，他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这个12岁这个时候啊会是这样哈？为什么他以他的父就指向他的天父，对不对嘛？他从小的时候就知道说他是这个天父啊，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是他很独特的地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最强调的地方。那至于你说哎，我们从小就要教孩子认识神，那很多经文你都你当然可以这样说，是对的，没有问题。但是是不是路加写这一段的目的就是让你从小要教孩子认识神呢？对吧？那可能不是，路加可能不是这个意思。那你看那如果你看保罗他有很清楚的论述，对不对嘛？啊，他讲到这个父母跟儿女的关系的时候，他有讲啊，对吧？你要按照在主里面教养管教，对吧？那他很清楚，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但这一段你说路加的意思写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让我们从小教孩子听圣经。那我觉得路加在这里可能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上下文不是这个意思。对，那是不是就是那个一面听一面问，那个问的就是刚才就像那个恒弟兄说的，就是是不是基督就是抛出来一些问题，然后他的那个抛出来的问题的那个广泛性，或者也是超过在场的其他的人，不是这个一面问的，就是他就是我刚刚说的之前听的那种人性说啊，他真的不知道，然后他特别强调说耶稣不是假的谦卑，是真的不知道啊，然后那样就是前一种的那种理解是吗？对，我觉得这个一面听一面问，其实他就是强调他们的一个交流，对吧？就是强调他们在当中的一种交流的状态啊。那你说有没有可能耶稣问他们问题，或他们问耶稣问题？你看耶稣后面在跟法利赛人的对峙当中，不都是这样吗？对吧？法利赛有时候问他有时候问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嘛，对吧？那你说从人性的角度说，耶稣是不是这个就好像很多人问说啊，耶稣会不会说中文啊？你说耶稣会不会说中文啊？然后你说嘛，他会不会？他如果想说，他能不能说？对呀，这就是问题啊，是不是啊？所以你不能说我们耶稣没有说过中文，你看他就跟我们就是对吧？那这个我觉得我们不要太过纠结于这些问题啊，我们要把重点放在路加为什么要这样写，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读出作者的意思透过上下文，而不是把我们的一些理解加到他的上面。对，所以这一段其实很清楚了是吧？就是他的这个结论在这里就很清楚嘛。希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就表明他的一个独特性，他不是这个按照他这个年龄他可能就是很出类拔萃的，可能没见过，对吧？就是这样。